人为了成为超级士兵，竟然不惜把山寨美队血清往自己身上扎，紧接着就被绑在钢架上，整个人翻了个面，又是一针补进去，这次直接扎进骨髓最深处，背后传来钻心的剧痛。布朗愣是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要变强就得付出代价。果然一针下去，他直接突破了人类极限天花板。但作死的来了，这老哥居然跑去单挑绿巨人，结果被暴怒的浩克一脚踢成全身粉末性骨折。好在超级士兵的体质让他开了挂，没多久就恢复出场设置。罗斯将军问他感觉怎么样，显然浩克彻底点燃了他的胜负欲，二话不说又来了一次二番强化，注入了双倍剂量的超级血清，没想到玩脱了，身体直接变异，后背上还长出了吓人的外骨骼。而另一边，刚打完一场硬仗的浩克带着贝蒂离开了，两人来到一处藏在悬崖峭壁的山洞里，贝蒂刚睁开眼就被浩克那张大脸吓得一激灵，一把将他推开，浩克直接撞上头顶的岩石，在贝蒂的安抚下，浩克的心率慢慢回落，终于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变回班纳。为了彻底解决变异问题，两人决定带上 U 盘去找蓝先生。与此同时，罗斯下达了通缉令，他们在班纳电脑里发现他跟一个叫蓝先生的人有联系，立刻让 FBI 全方位监控蓝先生的通讯。果然，班纳刚跟蓝先生约好见面时间，下一秒就被 FBI 精准锁定了位置。班纳和贝蒂一路换乘各种交通工具，兜了好几个大圈才终于见到蓝先生。此时军方也派出了抓捕部队，但他们完全不知道布朗已经发生了变异。靠着班纳之前寄来的血样，蓝先生其实已经把解药捣鼓出来了，但注射之前必须把浩克从体内逼出来，方法简单粗暴，直接上电击疗法，跟戒网瘾一个路子，剧烈的疼痛瞬间就把藏在体内的绿巨人给炸了出来。蓝先生见状赶紧转身去拿解药，可贝蒂却拦着他，表示班纳还没变身完全呢。直到班纳的身子越胀越大，脑门绿的发亮，他这才喊蓝先生赶紧打针。可这时候浩克已经彻底抢到身体控制权了，整个人暴躁到不行，拼命想挣开束缚。女友只好跳到班纳身上一顿安抚，他这才配合蓝先生把解药成功推进体内，药效发作，班纳的身体慢慢缩回去，暂时变回了正常人的模样。可蓝先生却告诉他们，伽马射线已经跟班纳的细胞绑死了，血清目前是被中和了不假，但分不清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的。蓝先生自己更倾向于是暂时的，因为他经手的实验样本没一个活下来。一听到实验样本4个字，班纳瞬间就不淡定了。原来这些年蓝先生一直偷偷留着班纳的血样，还用浓缩技术复制了更多，幻想着用包治百病的伽马科技拿下诺贝尔奖。班纳听完人都傻了，没见过这么疯的，赶紧让他把这些血样全销毁，要是落到军方手里，那后果可就惨了。两人就这样吵得不可开交。另一边，军方已经摸到蓝先生的实验室，他们兵分两路，一队埋伏在对面楼顶架枪待命，只要班纳露头就立刻发射麻醉剂。当从监听器里听到实验室藏着大量班纳的血清，布朗二话不说就冲了进去，罗斯命令他撤退，因为贝蒂还在里面。可布朗根本不理，依旧我行我素。此时班纳被锁定，对面楼顶的狙击手一枪麻醉针射了出去，布朗冲进来一把将贝蒂甩到一边，他想把浩克逼出来，可不知是不是刚才那针解药起了作用，浩克就是不露面，他气得要命，自己扎了2回超级血清，就是为了跟浩克公平打一架。现在倒好，成笑话了。很快班纳就被军方带走了，可布朗却迟迟没出来，原来他还不死心，逼着蓝先生给他注射班纳的血样。面对主动送上门来的小白鼠，对科研几乎走火入魔的蓝先生眼皮都没眨一下，反手就启动了伽马射线，把班纳的变异流程原封不动复刻了一遍。一道绿光扫过布朗的脑门，他的身体开始疯狂暴走，超级血清加上伽马射线，双重猛料一混合，他转眼就进化成了新怪物，不仅体型更壮，后背上还长了诡异的骨刺，他反手就把蓝先生给拍飞了。谁也没想到班纳的血样也因此融进了蓝先生身体里，他就是日后浩克的死对头首脑。此刻罗斯正压着班纳返回基地，地面部队乱成一团，士兵根本看不清那头速度极快横冲直撞的怪物是谁，只看出是个大块头，就以为是浩克。他们赶紧汇报将军，表示浩克正在大街上搞破坏。罗斯当场愣住，浩克明明就在自己身旁。他马上想到另一种可能，那怪物怕是布朗，当即下令战机立刻掉头前去支援。此时的布朗完全变成了比浩克还恐怖的存在，没错，他就是憎恶。火箭炮在他手里跟玩具似的，此刻他眼里只有杀戮，在大街上疯狂搞破坏，尽显残暴本性。不管是市民还是士兵，全都吓得四散奔逃。他举起一辆汽车狠狠砸向士兵，现场直播当场中断。直到这一刻，罗斯将军才反应过来自己捅了多大的篓子，束手无策的他只能下令全军撤退。关键时刻，班纳站了出来，不管能不能把浩克叫醒，他都必须赌一把。随后他给贝蒂留下深情一吻，头也不回的朝后倒了下去。
班纳笔直砸向地面，一声闷响，地面直接砸出一个巨坑，所有人都以为他领盒饭了。可就在这时，一只拳头破土而出，正是绿巨人浩克，一声怒吼，成功吸引了憎恶的注意。接下来就是两头巨兽的硬碰硬。原来浩克刚才在坑里换弹力裤，他一把扯掉身上的小吊带，全力冲向憎恶。由于刚被压制不久，浩克战力明显不在线，他把警车劈成2半当拳套，对着憎恶就是一套汽车组合拳伺候。憎恶牙都被打飞了，嘴还是硬得很。紧接着，憎恶使出一记飞踹，浩克直接原地起飞。等憎恶过去看时，整栋楼都被砸出一个大洞。就在这时，身后的将军发动辅助攻击，但加特林扫了一路也追不上憎恶的速度，反倒让他抓住空档，纵身一跃飞向直升机。好在浩克及时赶到，一把救下所有人。可直升机根本扛不住2头怪物的体重，硬撑了2分钟后坠毁在大楼顶上。整架飞机只有将军和女友活了下来。浩克开始有些体力不支，但大敌当前，必须提起12分精神。可再度交手，他依然打不过憎恶。憎恶觉得不过瘾，开始嘴炮输出，说干掉浩克就去找他女友算账。说完，直接用骨刺扎穿了浩克的身体。这句话精准踩在了浩克的雷区上，贝蒂是他唯一的软肋。暴怒之下，浩克的力量直接又拉满，瞬间反手围攻。可就在这时，飞机燃起了大火，眼看就要爆炸，浩克立马挣脱束缚，用尽全身力气，双手合十拍下去，一道强风瞬间把大火扑灭。贝蒂和罗斯将军成功获救，但这一下也把班纳榨干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憎恶抡起铁链从背后偷袭班纳，他刚想站起来，又被揍趴。憎恶挥舞铁链，准备给他致命一击。就在这生死时刻，班纳突然暴起，双拳猛烈砸向地面，一条裂缝直接逼到憎恶脚下。重心不稳的憎恶当场失去平衡，手里的铁链反过来把自己砸了个七荤八素。班纳趁机冲上去勒住他的脖子，见憎恶还在玩命反抗，直接拔出一根骨刺捅进对方心脏。眼看浩克快要把憎恶勒死，却被女友及时拦住。他不想让浩克变成纯粹的杀戮机器。浩克虽然脾气炸裂，但并没有彻底丢掉人性，最终还是松手留了憎恶一条命。虽然浩克阻止了这场灾难，但他心里清楚自己依旧是个异类，只好跟女友告别，消失在尘世之中。为了能更好的控制情绪，浩克钻进了深山老林里修身养性，日复一日训练自己的心性。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掌握了自由变身的技能。那么问题来了，你们觉得哪个版本的浩克更强？就在这天，将军正在酒吧喝着闷酒，一个熟悉的男人走了过来，原来是钢铁侠托尼来找他打听浩克的下落。而此时神盾局局长尼克弗瑞正在组建一支由各路超级英雄组成的组织，准备邀请班纳加入复仇者联盟。一场更大的战役即将拉开序幕。